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也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是小年夜，明天就是除夕了。过了除夕晚上呢，就是过年了。过年只是过了一个晚上，但是过日呢是要过365天的，所以过年容易啊，过日难呐。快乐的日子呢，会感觉过得很快啊；那哀怨的日子呢，会感觉过得很慢啊。所以才说，有福的人是度年如日，有苦的人呢是度日如年呐。现在旧年快过了，新年快来了啊！新的一年呢，我们要有新的思维了啊！不管过去是有福还是有苦啊，我们用感恩心送走旧的一年。也要用虔诚的心呢，去迎接新的一年。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啊，未来的正在计划。所以一方面要检讨过去，一方面还要计划将来，一方面呢更要活在当下。三方面呢都能兼顾得到，那就是智者之人呐，有智慧的人呐。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作学习。好的对的，我们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不对的，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啊！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就记不起啊！要能够这样啊，除旧布新呢，去无存菁呢，新的一年呢才会每日快乐啊！如果一年呢只有过年这几天才快乐的话呢，其他日子不快乐，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呢，观念要开通。开通了就是万事点头，无明化解了就是白雪融化。今晚的小年夜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就是万事点头啊，白雪融化。这是用来比喻呢，新的一年呢要有新的思维，要叫做正思维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呢不离正法的意思啊。这个就像那个清明节呢，是每天心清自明呢，每天都叫做清明节了。否则一年才一天清明呢，其他364天都是无明呢，这样代志就大条啊，事情就麻烦了啊。同理，每天心宽念诚，每天晚上都高枕无忧，这样每天晚上都是平安夜。否则一年才一晚是平安夜，其他364天的晚上都是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的，那这样就是不安夜的啦。同样的道理啊，各位都知道，每年的4月1日是愚人节。其实如果每天都是昏沉散乱、迷迷糊糊啊，不清不楚，甚至无明烦恼一堆，这样每天都是愚人节啊，不是愚弄别人啊，而是自己愚痴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哦。过年后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去年的你是谁已经不重要了甚至昨天的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你，重要的是今天的你是谁。今天的你，现在的你，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有这样的观念呢，叫做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一个人呢，如果一直忙着回忆过去，或忙着担心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因为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或者是回忆中，而是必须实际体验。那实际体验呢，就在当下，就在现在，就在今天。那明天不行吗？不是说明天不行或没有希望，不是这样，而是把握今天呢更有希望其实是这样子的，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那今天的明天就是明天的今天，对不对所以都是今天，没有明天。如果什么事都推明天这种还有明天的心态呢，是很糟糕的心态。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懂得把握当下的人呢，他会珍惜每一个今天。今天都把握不住，如何掌握未来呢？那近的都把握不住，如何把握得住远的呢？所以不能舍近求远啊。同理啊，小因缘不能把握，如何奢求大因缘呢？所以近似语说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就是讲这个道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想要把握今天，就要从把握早晨开始做起。早睡早起很重要，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我出版了8本书呢，每一本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在清晨写的，因为灵感特别好，白天没有办法写，必须靠清晨。所以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有这个道理的。所以新的一年呢，我们也要互相勉励了每一天都要活在当下，不要活在过去或活在未来。即使呢疫情新冠疫情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病毒是不断的变异，疫情是不断的演变，我们也要有所变有所不变该变的就要随机应变不该变的呢就要守之不动这样变与不变了了分明老神在，我们也才能够踏实的过好每一天所以要赶快适应防疫新生活每一个人都是要赶快适应防疫的新生活，包括饮食的习惯、消费的习惯购买的习惯工作的习惯都一样尤其刚刚讲说饮食的新习惯也是更重要以素食、蔬食或无肉来防疫，那这是根本之道。现在大家开始打第三剂了，很多国家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嘛但因为新的病毒叫什么 Omicron 来了，那我们打完第3剂之后，如果这个病毒又继续变种的话，那是不是要继续打第4剂呢？真是没完没了所以新的一年呢，要继续如正言上人对我们所开示的，继续大斋教育，突破旧思维，建立新观念新年要有新观念我们的读书会呢，从去年首播到现在，每周一讲，今晚是今年的最后一讲很凑巧的，刚好是第88讲88讲，刚好是发祝福大家呢发大功德财的意思然后这个除夕过后呢，新春的第一讲呢是农历的大年初6了，也就是新历的2月6日，刚好是第89讲，89不但发还要久不但发功德财呢，还要历久不衰所以真是好彩头去年因为疫情爆发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封区的封区为了避免大家因为行动管制宅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造成心灵空虚、精神松懈因此呢，我们在因缘具足之下呢开辟了这个直播，线上的直播。我在疫情之前呢，也从来没有直播过的经验但是为了要适应时代潮流跟局势，说法、传法、文法、用法都要与时俱进不能再抱残守缺了。这个就要有适应性跟灵活性。什么叫适应？什么叫适应性？人类适应生活的生活能力叫做适应性什么叫灵活性？适应过程中自我调整的能力叫做灵活性必须有适应性跟灵活性，没有的话呢，就会时不我与被时代淘汰了上人说做慈济不是有做就好，要做就做最好
这就是上人常常讲多用心的意涵呐。所以我们的直播品质也是要求的非常专业哦。这是对观众跟听众的一种尊重。虽然直播是来自疫情的一大事因缘呐，我们当然要积极把握每周晚上的这个殊胜的因缘呢，来用心的这个来做。所以呢，我们到现在呢，我们没有中断过一次，因为因缘呢错过就很可惜了，要把握。闻法是道粮啊，那三餐呢是食粮啊。没有人会因为工作太忙而不吃三餐呢，但是很有可能因为太忙而忽略了读书闻法，也就是忙到没有时间让自己独处沉淀跟静思啊。以前我们也常常跟大家一起互相提醒啊，像这样的忙碌呢，反而是一种生活的危机啦，而且呢，很容易让道业呢停滞不前了。所以食粮是顾生命，道粮是顾慧命。食粮很重要，道粮更重要啊。如果把闻法当作每天的三餐一样啊，变成是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必再强调或提醒自己要熏法香啦，不必提醒，因为没有人会提醒自己要吃饭跟睡觉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吃饭睡觉都很主动很自动的，不必人家提醒的。可能每个人的听法的时间跟学习的方式各有不同，但至少呢不会中断的。所以养成闻法的生活习惯，自然就是什么闻而不闻啊，熏而不熏啊。吃饭要用心，走路要用心，这个呢不必提醒自己的，也不用别人来提醒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顺啊，走得很顺啊。为什么？已经是用而不用了嘛。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不必提醒也是会这样子做。好，那把这样子的道理呢，用在开口动舌也是通。把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生活，一种说话的习惯。就不必再提醒自己说话时候要多用心，不必这样子的意境也叫做用而不用了。他只要讲出一句不用心的话，他就感觉很奇怪，因为讲话不用心不是他的习惯的，他讲话都很用心的嘛，所以这个都不用再提醒说，我说话要多用心，不必。假如是口无遮拦啦，心直口快啦，直言直语啦，或爱讲善心杂话。或说话轻佻，言不及义，或抢着说而不是想着说，等等，这些都叫做说话不用心呐。那相反的，懂得看情况说话，或者话到嘴边呢留3分，或懂得机智的问答，也懂得适时保持沉默，或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能够这样呢，就是说话用心的人了。那我们把这样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生活的一种说话的习惯的话呢，也是用而不用的道理啊。凡事多用，凡事多用心，已经变成是自己一种人格特质，不必人家提醒，自然而然说话就会说出雅言正语了。说出负面否定的话，或者是消极的话，自己会感觉很奇怪，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说话的习惯嘛。那这个时候就是叫做用而不用。那用心说话已经是不简单了哦。如果像是要学那个维摩诘居士那样啊，人稳不言而保持沉默，那这个时候他虽然保持沉默，他却是一默响如雷啊。那这是更厉害的功夫啊，我们还做不到了这个跟德恨有关呢跟他的智慧德恨有关呢。他在那边不说话，但是一默响如雷不是很大声讲话就有道理了。身心入法叫做法身，
那身心不入法叫做肉身，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因为有形所以有限。那法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因为无形心灵是无形嘛，所以它力量是无限。一日三餐故肉身至少也要3日1物故法身把闻法的喜悦当作餐食，我们的精神才会丰满把闻法的喜悦当作稻粮，我们的心灵才会富足。其实呢，闻法去提升智慧跟用法去利益众生也算是在培养往生的资粮各位仔细去想想看，有没有道理？这个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有学佛的人都知道，人如果要顺利往生就要看是否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累积往生的资粮而资粮又跟稻粮息息相关食粮有形，稻粮无形，所以囤积有形的食粮易，累积无形的稻粮难。食粮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跟生命维持下去，但是稻粮更重要，稻粮才能够让我们的慧命能够永续，也才能够让我们稻粮才能够让我们呢有往生的资粮，才能够成为我们往生的资粮这个叫做生命有限，慧命无穷有些老菩萨在团体里面，有些志工团体里面，有些老菩萨天天到环保站做环保，或有些志工呢每天在医院里面服务病人的医院志工嘛或有一些志工呢参加很多的活动，付出无所求他还化私情小爱为长情大爱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这些志工看起来是一生平凡但却是平凡中有精彩之处活着的时候就很精彩，很平凡但是很精彩，因为平凡而见证其中的不凡。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凡嘛，但是不凡之处就是在他付出中也累积了往生的资粮这个道理也就是说生命之外呢也有慧命的。这个道理能够理解的，那就是内行看门道。所以你不要看那些老菩萨在环保站里面这样子做表面上是在做，付出，其实他也是在累积往生的资粮里面充满了慧命跟那个充满了智慧所以做一个平凡的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或者生活懵懵懂懂啦、浑浑噩噩啦、不清不楚的，不是这样而是指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也不希求回报，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正命正确的生命态度态度正确，当然是源于观念也是很正确嘛。那这样的人才知道如何去过了生脱死的人生嘛生活才不会醉生梦死每天忙着做志工，先不要讲可不可以了生脱死至少忙到让你没时间醉生梦死，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烦恼，还会忙到忘记烦恼，还会忙到没有时间去看别人的缺点，没时间去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生病了。有些人甚至忙到本来有一些轻微的失智或者忧郁也不药而愈所以忙也是一种方便妙法，不过要注意不是要我们空忙一场忙是很好，但是如果空忙一场那就不好了，还要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这样才是正精进否则会变成什么？瞎牛做网工台湾话叫做青眉牛做拱缸死蛮力的在做事情
所以变成事倍功半的意思啊，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功效，因为方向也错误，方法也不对啊。所以活着的时候能够把握因缘，精进造福，这个就是在为自己累积往生的资粮啊。将来往生时才有可能呢死于正命，有累积往生的资粮啊，这才有可能死于正命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死于正命啊，没有人要自己死于非命啊，对不对啊？但是要这样，就要有正知正见跟正信正念的人生价值观啦，人生观啦，啊，因为观念突破了，才不会执迷不悟，也才不会冥顽不灵呐。这样就是顽石点头了嘛，道理彻悟了，才不会我执我见，也才能让冰封已久的心灵世界打开心内的门窗，而看见窗外有温暖的阳光，这样就是白雪融化了啊。有一句话叫做做到死好过死没做啊，能够做到死的人代表他不必经过神志不清或昏迷不醒的这一段，他不必经过这一段这样就是什么？有尊严没痛苦的善终，这也是一种福报。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菩萨他经常来会所值班，因为他体力不是很好，所以他也没办法去做一些需要用力气的那些工作嘛。他在会所里面值班的，接待一些进来参观的那些大德会众他们嘛。他每天来我们金石堂来值班的。有一天晚上呢，在家里摔了一跤，一天一夜之后往生，就这么简单。摔跤的当天早上呢，还在慈济的义诊中心值班。但有时候金石堂，有时候新加坡有义诊中心嘛，那就到处值班啊。而前1、2天呢，还在跟大家在新加坡的街头为台湾的88风灾募款，88水灾啦，就是那个12年前那个莫拉克风灾嘛。往生的当晚呢，有120多位的慈济志工呢前往助念，一直陪伴到最后骨灰撒入大海为止啊。骨灰入海的当晚呢，大家透过共修会的因缘呢，为他举行追思会，从他的活动照片中呢，回忆老委员在各种活动中精进的菩萨身影深浅的把握机缘广种福田，这个就是广结众生缘这个老菩萨就是广结众生缘所以他才能够有助念跟陪伴的人络绎不绝这个缘都自己结来的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自耕福田自得福缘的道理了。要自己有去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能舍才能得，自己去做才会有这个体会的1个月前台湾有一位慈济联谊会很发心的医师也是3更半夜在浴室就摔了一跤，当场以为没事再回到床上去睡觉，睡到早上8点多了，要上班时间没有起来，家人才发现呢，他已经在睡梦中往生了，才60多岁而已看这种人生无常的例子，在我们生活周遭是不胜枚举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在自己身上挂一个没事牌我们再怎么样神机妙算、精打细算、千算万算，就是无常算不到了但我们可以无常来临前呢，先做准备。要怎么准备？就是来做志工嘛为人群付出，有形的付出会变成无形的收获，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要来做才会有体会。其实这个道理也就是叫做做到死好过死没做他不用在那边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态度了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跟诸法皆空但业力不空
这2句话是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人生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的，但是因果不空。我刚刚讲嘛，业力也是不空。那要以什么方式往生呢？是取决于前世与今生的业力牵引的。所以才说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那要怎么样活才会自在呢？才会精彩呢？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的读书会第23讲，里面有很深入的剖析今天没有时间再详述了这一集的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这一集已经目前有4万多人的点阅了大家可以去参考。今生受报之时，就是无常来临之际。等我们碰到了，也知道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一个人再怎么富有，也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了。纵然它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但生活周遭处处充满人与事的意外跟无常我们要很警觉，警觉性要高所以才说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每看一次就警惕一次，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越活越正常但是呢，人们呢因为迷而不觉以致未能先知先觉经常视若无睹，而未能自我警惕，当然也未能提前做准备与事先防范直到无常或者意外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认真看待，但那个时候已经是付出代价了，也为时已晚了所以才说人类的灾难与人生的无常，追根究底的就叫做太晚了，英文叫做 too late 跟什么？跟来不及觉悟来不及了，对无常的觉悟来不及了，对无常的认识也来不及了，准备也是来不及了，那这个就是造成一生的遗憾嘛论语里面呢讲到一句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就是这个道理。人生到快死了才觉悟，这个虽然觉悟了但是这个有一点可惜的，因为人也快死了就像《论语》里面讲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了什么意思早上闻到正法，即使晚上死了也很值得了这个是在强调说正法难闻至少我这辈子在往生之前也闻到正法了嘛。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就好像临终之际才来皈依三宝一辈子都没有佛缘在临终之际好不容易碰到慈济人在临终之际帮他皈依三宝了。其实对上人来讲上人说这只是结一个安心缘而已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就跟说有慈济的志工往生了有人说是不是来帮他往生后来受证同样的道理啦。活着时候就要受证了，往生之后再来受证，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何况这个也是这个此力一开也是很难处理的，对。所以刚刚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我认为是可以做得更好。我把它改成什么？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改成这样呢，更有意义、更有哲理的。如果说是早上闻道，晚上死掉，都没用到，实在是不妙，有没有道理新春快到啦，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不管是国家也好，家庭也好，或者个人也好啊，都要重视一元复始的重要性。要重视万物万事的开端，慎思跟慎始的意思的，谨慎的思考，谨慎的开始，一元复始就是这个意思的。那要除旧布新，就是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要盘点生命的价值，重新来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这是正言上人最近常常提的。要怎么盘点呢？盘点我们过去的一年菩萨道上的出发心是否依然还在是不是优点，志工做这么久了，是不是优点增加很多，但缺点依然还在呢？是否入法如常，是否精进如常，是否欢喜如常是否热情跟虔诚如常这些都是菩萨道上不停退的重要关键因素那新的一年呢，我们一起共勉，要行道就要有道可行要用法就要有法可用所以法是一切的行动纲领是三军统帅，是总指挥官一切他说了算，一切以法为依归的嘛，对所以学佛才说依法不依人嘛，以法为师嘛可见法的崇高跟重要性。正言上人呢，曾经对志工们开示我就把这些开示他不是同一时间开示的分开不同的时间开示，我把它整理起来归纳起来，有4句话。第一句，有些人很会到处结好缘，但如果心中没有法，则这种所结的好缘很可能会是物以类聚，吃喝玩乐的朋友啦。所以这个要很注意第二呢，有些人呢很会发愿，常常佛前发愿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法，则所发的愿很可能会发愿容易，行愿难开空头支票，变成空愿。心中没有法，很容易造成什么？感动的时候会说出发愿的话，但是无明的时候却容易忘记承诺的话。这句话是我自己的心得，把它写成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有道理嘛第3句，有些人很精进，很会承担工作啦，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法，则很可能努力跑错方向，很可能越精进越偏离正道。第4句，有些人不但精进精进已经很不容易了嘛，对不对？他不但精进，但是目标也正确但心中没有法这个很可能呢，在通往正确目标过程中呢，一旦碰到了挫折跟障碍呢，就无法转念跟转进了，这样还是没法度，还是无法度。这4句话是上人不同时间的开示我把它整理归纳起来了这是一段有关法的精辟开示，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强调法的重要性。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很多佛理人生的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道理呢想得很复杂。大部分的学问，大部分的道理本来都不至于太难明白的，即使说是难以明白的道理，甚至是艰深难懂的佛理也好啦，我们也是要把它化繁为简。所以不只是佛法要生活化，经文也是要生活化，这样才是人人能够明白、能够接受、听得懂也做得到的人间法。佛法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有些人呢会有意无意的把事情呢牵引到很复杂的方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这个意思的。那他会把很多事情呢
把它牵引到很复杂的方向或难以理解的状态。所以正言上人才提倡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所说的明心见性，意思是明白心性，就能够看到实相，看到原貌。原貌是什么？本来就无一物嘛，但却能要时时勤佛事，你反而惹出一身的尘埃啊。刚刚讲嘛，庸人自扰之嘛，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啊，大家会更明白。上次我也讲过这个，也分享过这个道理了。不过这一次讲的是形态上不太一样啊。同一个例子，但是说法不太一样。你拿一块不是很干净的抹布去擦桌子，桌子到底是越擦越干净，还是越擦越脏啊？这个要看情形的哦。如果这个桌子本来就很干净的，只是你自己的心里觉得好像不太干净，自己的心理感觉觉得它不太干净，然后想去擦它，擦了你才会安心，才会觉得它很干净，这样会没事的尘埃啊。擦过之后，你心里可能会觉得，干净了，干净了。我本来认为它不干净，我擦过以后觉得干净了，心里的感觉。其实你以为擦干净了吗？其实你已经在桌面上留下了水的痕迹了。这一种的家事经验呢，大家都有了，叫做自的尘埃。明明那个地板已经很干净了，但他就是不去擦，他就觉得不干净，然后他拿湿布去擦，啊，他擦完之后自己觉得好像很舒服、很干净的，可是他擦过之后干了之后，本来人家都很明亮的地板，你擦过之后全部是水的痕迹在上面，反而不干净了。这种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所以有时候呢，不是外在有尘埃，而是自己心境蒙尘了。有时候不是外境变化莫测，而是自己的心境呢动荡不定了。这个现象叫做什么？外清内浊了。外面很清了，很干净了，里面很污浊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庸人自扰而弄巧成拙，将原本简单的事情呢想得很复杂，弄得很复杂，把人耍得团团转，而自己也忙着要拨云见日啊！因为本来是什么这个乌云啊，现在想拨云见日啊，这样就容易打混仗，混仗打多了，难免自己也陷入泥沼中而难以自拔了啊！这生活中很多这种例子嘛。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相信呢，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就好像一句原本是很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对号入座，讲这做话的意思啦。原本这句话是很简单的话，一句话，我们自己呢想得很复杂，自己把它对号入座，然后去复杂解读，造成什么？话随众生各得其解啊，变成众说纷纭而纷纷扰扰。所以化繁为简都已经来不及了，何苦把事情化简为繁，自讨苦吃呢？对啊，要让顽石点头，白雪融化，或无明变光明，或者问题要把它变菩提，这也是要能对机妙用才会见效了。这个过程中呢，跟我们可不可以保持化繁为简，我们可不可以心宽念存，以及可不可以返璞归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单纯最有力啊，简单就是美啊。道理清楚了，也把它实现出来。在新的一年里呢，透过除旧布新，而让自己耳目一新，焕然一新，进而让自己呢破茧而出，脱胎换骨，这样就是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了，黑暗变光明了。今天小年夜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在这里呢，向各位菩萨们呢拜个早年祝福每一位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呢，新的一年呢每日快乐。同时更要深深感恩诸位同修对这个直播的读书会的长期护持
新的一年呢，我们继续努力精进。好，祝福大家，感恩大家。我们大年初六晚上8点再见，祝福大家，感恩大家。